2022年10月，马斯克用440亿美元买下了 Twitter， 然后在接下来的2年里，公司的广告收入砍掉了一半以上，估值腰斩到了330亿美元，超过2万名员工中的80%被裁员或离职，全球最大广告主之一先后出走。按照财务账面来看，这是人类史上赔得最快的一笔商业收购之一。那他为什么买？因为这件事根本不只是生意。这一集我们要解构一个复杂的问题：马斯克买 Twitter 到底得到了什么？他失去了广告收入，失去了大量用户的好感，失去了 Linda Yaccarino 这位试图挽救广告业务的 CEO。但他得到了一个在全球最大即时公共广场上的发言控制权，以及一个用来训练 Grok 的数据源，以及一条让他个人政治影响力乘以10倍的扩音器。这笔账怎么算，取决于你认为马斯克真正的目标是什么。2022年10月27日，马斯克走进 Twitter 旧金山办公室，拿着一个洗手台。进去洗个澡，他在 X 上发文，玩了一个双关语。那一天，他解雇了 Twitter 的 CEO， 开始对平台进行他在正式收购前就已经规划好的大刀阔斧改革。1周内，他裁员了一半的员工，大约3700人。他解释说 ，Twitter 的成本结构不可持续。工程师太多，但实际产出太少。接着，他把 Twitter 的验证系统打掉重建，蓝勾勾从官方认证身份变成每个月付费就能买到的追踪特权。他取消了很多在他看来是审查的内容政策，让一批此前被封禁的账号复活。他把公司名字改成 X， 把蓝柳图案替换成一个简单的 X。用户的反应分裂成了2个极端，一部分人欢呼，说终于有一个不审查的言论平台了。另一部分人宣告自己要离开，开始寻找替代品。Twitter 在被收购前，广告收入1年大约45亿美元。到了2023年，这个数字已经大幅缩水。缩水的原因，表面上是广告主担心自家品牌出现在有问题的内容旁边。马斯克大幅放松的内容审核，让仇恨言论和错误资讯的量明显上升。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广告主对马斯克本人的不信任。他在 X 上发的帖子越来越政治化，他对特定政治候选人的公开支持，让很多企业广告主感到他们的品牌形象有被连带的风险。2023到2024年，多家全球顶级广告商，包括 Apple、IBM、Disney， 都宣布暂停在 X 的广告投放。2025年 ，X 的美国广告收入仍然比马斯克收购前少了大约5%至6%。Linda Yaccarino 在2023年被马斯克请来当 CEO， 他曾是 NBC Universal 的广告销售主管，理应是最懂广告业的人来修复这段关系，但他能做的非常有限。广告主要的不只是广告效果，而是品牌安全感。而这个感觉，只要马斯克继续在平台上的行为模式不变，就很难彻底修复。Linda Yaccarino 在 X 的2年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被夹在老板和市场之间的 CEO 困境。他上任后确实让一部分广告主回流，2025年第一季广告收入有所回升，主要原因是川普选举胜利后，部分广告主重新评估 X 的政治资本。但2025年6月 ，X 的广告收入在第2季又再次下滑。2025年7月，他宣布辞职。他走的时候没有说任何公开批评的话，但业界普遍的理解是，在一个 CEO 的老板本人就是最大的广告安全变数的公司里，任何 CEO 都很难做出真正的结构性改变。他离开后 ，X 没有公布新的 CEO 人选。马斯克在 XAI 收购 X 之后，更直接把这2个业务整合，把需要一个传统广告 CEO 的框架整个抛掉了。从纯财务角度 ，X 在帝国里是最看起来很亏的一个资产。但从帝国整体逻辑看 ，X 的地位是无法替代的。第一，它是 Grok 的训练数据核心。X 上每天产生的数亿条即时文字，是 Grok 模型理解人类现在在想什么、讨论什么、最新的事件是什么的主要来源。没有 X，Grok 对即时资讯的响应能力就不复存在。第二，它是马斯克的政治空音器。马斯克本人在 X 上拥有超过1亿8千万追踪者，这个平台让他能够在几分钟内对全球数亿人传递任何讯息。在 Tesla 的股价受到政治新闻影响时，他能够及时反应；在 SpaceX 的发射前，他能够制造媒体热度；
在 XAI 发布新模型时，它有一个现成的全球宣传管道。X 在帝国里的角色，从帝国拿了马斯克的个人品牌和算力，供应给帝国的是 Grok 的数据资产，以及帝国的全球媒体发言机器。X 不是一个能独立赚钱的业务，但它是帝国里让其他所有业务更有话语权的根基。2024年的美国大选是 X 政治角色最清晰的一次展示。马斯克公开大力支持川普，他每天在 X 上发布大量支持川普的帖子，用他的1亿8千万粉丝账号不断放大选举相关讯息。川普当选后，马斯克成为政府效率部的非正式顾问，拥有对多个联邦机构的影响力，这让他的商业帝国和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走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交缠。SpaceX 的合约、Tesla 的电动车补贴政策、Starlink 的军事采购，这些都可能受到马斯克的政治立场和政府关系影响。支持者说，这是私人企业影响公共政策的正当途径；批评者说，这是利益冲突的极致形态。一个人同时是监管受益方和监管影响者。但不管哪一种解读，有一件事是确定的 ：X 让马斯克的政治影响力成了一个倍数，而这个影响力反过来也影响了他其他所有公司的商业环境。2025年3月 ，XAI 以330亿美元的估值收购了 X， 比马斯克的购入价低了5%。但这个数字需要放在框架里看 ，XAI 本身当时估值800亿美元，收购 X 用的是 XAI 的股份。对 XAI 的投资人来说，这是把 X 的数据资产折换成了 XAI 未来的估值故事。2026年2月 ，SpaceX 再收购 XAI。X 正式成了这个1兆2500亿估值帝国里的一个子单位。广告业务已经不再是 X 的主要估值逻辑。X 的核心价值在 SpaceX、XAI 的帝国架构里是即时人类对话数据的最大仓库。440亿美元买了什么？买了一个数据资产，买了一个政治工具，买了一个 Grok 的分发管道。不是按广告业务的逻辑算，而是按帝国整体逻辑算。Tesla 是制造试验场 ，SpaceX 是护城河 ，Starlink 是现金流引擎 ，XAI 是 AI 舵柱 ，X 是帝国的言论武器和数据根基。5家公司，5个角色，一个人在中间调度资源。但这个帝国也有它的弱点。最后2集我们要去看帝国边缘的2个极端赌注，以及帝国的致命软肋。记得按赞追踪，我们下周见。